喂，小林，我看了杨教授的声明，现在情况扑朔迷离，杨教授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，咱们得稳住。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这期间你千万不要和记者表达任何观点，好吗？好，我等你消息。还好你的眼睛没用过，也算是新的。可不是，小林小孩子脾气。看，我只有这一个妹妹，怎么都知道。哎，走吧走吧，趁着天气好，要不出你就来不及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孙总有事在国外，所以一切采访需要等他回国再说。谢谢。我特意去暗示邢主任，没想到暗示出这个真相。是不是杨教授说谎了？杨教授都辞职了，这看上去就是真相。当年的设计图不是夏季抄袭的。那我们是不是怀疑错了人？不可能！我问你，绳子是人为切断的，这是事实吧？当年他说呼叫了什么的，大家没听到，他真呼叫了吗？他得为他当年丢下我负责，为当年大家说我自行上山害了范阳负责。明天是该去看医生了吗？其实，确诊是件好事。我知道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不过，我想跟你认个错。你说。今天，我和张小飞和郑千里说了5年前的事情。我和他们说，绳子是范阳自己割的。你别生气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我知道我答应过你这件事不跟任何人说，但是我越想，我越觉得这件事你确实有错。你不解释清楚，所有事情你都自己扛着，你觉得这样很高尚、很伟大，在保护大家，但其实你这样反而是在伤害大家。事情呢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总是说没我想的那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就对于范林这件事吧，你说你是在替范阳照顾他，但是范林这么喜欢你，你让他认为是你害的范阳，这样对他的打击得有多大呀？你选择不去解释，选择接受舆论的压力，但是大家都对当年的事情产生了怀疑，除了给大家带来难过和痛苦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处。而且，你是在用大家的难过来开解自己，所以是非常自私的一个想法。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这样的。之前郑千里问过范阳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如果自己遇到那种生死关头，他会怎么办？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？他说，他宁愿让那个更有希望的人活下去，这种信念是爱，这也是他牺牲他生命的意义。他还说过，只要把每一天过得像最后一天，那生命的长短真的无所谓。夏迪，我们找时间去跟大家说清楚吧，这样可以把所有的影响降到最低。杨教授也是这么做的。我再想想吧。不是，这个还需要想什么？就这么定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天台特别有用，
当时我们被锁到这儿，发现你恐高，然后慢慢变成一起睁开眼睛看星星。后来你和我玩失踪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和我一样特别看重这个地方，然后过来找你，结果你不在。其实呢，那天我在。是吗？看那儿，我那天呢就在那个地方。你这么大只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唉，反正你就按照我说的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清楚就好了，知道不？气死我了！好了，那我知道了。就像你说的，做错事儿呢，别怕打脸。这不就对了吗？你看，今天星星都更好看了呢。你这么神神秘秘的干嘛呀？这么晚了，非让我留在你家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哎，你不是说林峰那个医生已经找好了吗？你快点告诉我都需要准备什么，我得回去帮他准备。我不早了。夏迪的事情今天突然来了个反转，他们这会儿肯定需要在一块儿抒发内心的情感。你现在回去，林峰也还没回去呢。也对啊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。不会是那个修电脑客户给你修出来的？也有点关系。我的业绩进入公司销售前10了，这是刚发的提成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真的？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现在？我之前就说了嘛，之前一事无成，那是因为没有目标，现在我有目标了，我得为了你好好工作。进入公司销售排行前10是我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我会做一个商业登山线。你都不懂登山，你做什么登山线？不是，我小姨在国外是很厉害的登山者，之前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关注这一块。国外这一块现在很完善，但是在国内是一片空白，所以我觉得前景是很乐观的。之前我也想联系我小姨，想咨询这一块的信息，但是呢，她一直去登山，去些没有信号的地方，我也联系不上她，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做成。哎，你老说你小姨特别优秀，一直没说过她的名字，你就和我说说她叫什么，我上网查一下也好学习学习。我小姨的名字特别好听，